良风有信却无边，我是你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呀。继之前的猫汤之后，前女友看了杨浅证明的另一部作品《心理游戏》，同样的怪诞奇妙，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一个雨夜，阿弥正在被高利贷抓捕，在慌忙急切之中，他人跑进了地铁车厢，可是脚却被夹在了门外。还好乘客西西是他的老熟人，地铁的门检测到异物，马上就再次打开了，高利贷也因此顺利上车，偷偷跟了上来。西西送阿弥回家，还在路上帮他处理伤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才得知阿弥就要结婚了，成绩否他俩还是同学。那时西西对阿弥表白了，老有情切有意，两个人顺利在一起。奈何西西是个怂批，交往都是偷偷摸摸的，只能当网络情人。2年后，阿弥受不了了，当面问西西：“我给你戴绿帽子，你能接受吗？”这段奇妙的恋爱就此结束了。没过2天，西西就看见前女友和别的男人开房了。往事不提也罢。可就算是现在，西西也还是深爱着阿弥。然而他什么都不敢表达，只能龟缩在壳子里，假装淡定的对阿弥说：“祝你结婚幸福。”两人来到米姐的烤肉店，西西一边喝小酒，一边听泥爸吹牛皮，讲自己的风流史。别看泥爸秃，但是宝刀未老，就连欠钱躲债，他都能从高利贷的手底下抢到债主的年轻女朋友，不得不夸一声妙呀。阿弥的男友也来了，他看起来就是个老实人，对着老情敌西西都能和颜悦色的称赞对方的小黄漫画得好。在他们不知道的角落里，危险也在逼近。高利贷的人跟着阿弥追到了店里，一个光头佬，一个眼镜男。他们进来之后，泥爸瞬间启动了隐身技能躲了起来。谁让他欠钱还嘚瑟，抢的女人还是光头佬的。说到这位光头佬也是个色批，看他对阿弥动手动脚的样子，男友就不乐意了。谁知道他刚冲上去就被揍晕了，原来是个送人头的呀。碍事的被解决了之后，光头佬也准备就地办了阿弥。面对心爱之人被伤害，西西还抱头打哆嗦呢，丝毫不敢插手，让阿弥超级失望。别说是他了，连光头佬都讨厌胆小鬼，直接放下手下的美女。只见他走过去，用枪抵住西西的屁屁，砰的一声来了一招子弹爆菊。是的，西西鸡鸡了。眼镜男是个公私分明的，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，在他心里自有一套标准。眼下光头佬的行为触碰到了他的底线，眼镜男枪指光头佬，要求他说10遍前女友视频好赞，然后再啾咪一下。光头佬虽然照做了，最后却仍然遭到了制裁，凉凉了。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因为西西的灵魂归天了。回顾这一生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废柴，鸟屎都比他强，至少鸟屎能传播种子，而他只能算是垃圾。忽然没有千变万化的上帝出现了，他让西西一路走向红光，赶紧投生。西西走啊走啊，脑袋还灵光了一下，既然向前走是投生，那同理可证，往回走是不是就能复活呀？于是西西就用100米冲刺的速度跑向了重生之门，边跑还边发誓，要是能重来的话，我要变勇敢。上帝还挺善良的，没有进行阻拦。复活的西西靠一个巨龙摆尾抢走了手枪，3下5除2的解决了光头佬。他又抢走了眼镜男的车，带着阿弥和米姐踏上了逃亡之路。西西感觉自己贼溜，飘得他开车都握不住把手了。然而噩耗很快就来了，有个男人电话表示，西西开的车上其实有黑帮的毒品和钞票，所以现在不仅是黑道，连警察都在抓他们。热血上头的西西完全不惧与世界为敌，只有眼前的极致欢愉才是他重生的目的。他甚至按照电影情节来了一个侧轮滑行，逃脱了敌人的追捕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当小车面对前后夹击时，3人1车猛然冲下大桥，被一只大鲸鱼给吞噬了。这里一片黑暗，还时不时的传来巨响，看起来可怕极了。西西安慰姐妹俩，只要把现在当成冒险游戏，就会敢于在黑暗中前进啦。爱笑的人勇气不会太差，他们找到了一艘船，还遇到了一个老人。老人好久没见到活人了，迫不及待的带着他们仨来到了自己的家里，还给大家做了海鲜大餐。在聊天中，我们知道老人已经在鲸鱼的肚子里生活了30多年了。他尝试过逃走，可是鲸鱼嘴里的巨浪却不断的拍灭他的希望。西西不信邪，带着2姐妹就走，万万没想到鲸鱼就和五指山一样，把西西这只泼猴牢牢的困住。3个人被现实打击到了，一下子都推了。老人是过来人，比起那些死去的人，他自己已经很幸运了，能跑能跳能看，也知道了时间的珍贵。春宵这般苦短，当然不能浪费，何不趁着大好时光努力的感受生活，体验活着的愉快呢？在老人的鸡汤之下，大家都看开了，心情开阔以后，连漆黑的肚子世界都能变得五彩斑斓。他们笑啊闹啊，不再自娱自怜。在悠闲的日子里，每个人都重拾了梦想。阿弥再次练习起了游泳，老人尝试着做新菜，西西又捡起了画笔，画了一堆有趣的故事。米姐则剪掉了长发，变身成为了艺术家，用身体做设计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温饱思淫欲。在1夜的相处之中，阿弥和小西重燃爱的小火花，在纠缠中化茧成蝶。这段画风真的很妙，火车开得也贼快。然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与世无争的生活只能换来短暂的欢乐。再加上鲸鱼即将老死，他们如今再不离开，到时只能迎来灭亡。西西鼓励大家不要放弃征服巨浪，他们用风扇当马达，用车子的汽油当船的燃料，每日一次的努力坚持，而失败重来也在循环往复。很快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次的尝试，破着风乘着浪，即使船被击碎了，大家还是心怀希望，靠双手当船桨继续向前游行。看着几个人不顾一切，我才终于知道人的潜能真的是无限大。在这样的决心之下，众人终于逃出升天，看见了光明与蓝天，感受到了世间的温暖。随后的画面急速流转，似乎代替着每个人将来的不定向发展，是
完成梦想，还是在平凡中度日，一切都像恶定律的猫一样，没有必然的结果。画面突然一转，故事从头再来。在一个雨夜，眼镜男和光头佬坐在车里，在阿弥出现之后，光头佬就下车抓人了。阿弥跑进了地铁车厢，但这次他做出了新选择，没有让吉的脚受伤。没有了异物的存在，地铁门也没有重新打开。光头佬没能赶上车，就意味着他不再知道烤肉店的地址，而曾经发生的后续也将不复存在。在影片的最后，老人乘着船在水上飘荡，船上装着6个强力马达。综合来说就是一句话：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我被鲸鱼吞掉还出不来啦。到这里故事基本就结束了。开头就说了，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汤浅政明老师，熟悉的观众都知道他的风格是跳脱和神奇的。网上都说这部心理游戏是那种需要一帧一帧仔细观看解读的电影，它的片头和片尾全都是大量的快闪，每个镜头和画面其实都暗含深意。电影中出现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生活和经历，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。作者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，里面的关系又太密集，这些内容远远不能靠我的解说表达出来，所以光靠这几分钟的解说，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也许并不能体会到这个故事的复杂性。看完这个电影之后，我只能明白一个道理：不一样的人通过接触不同的事物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也会获得不一样的人生。那么我在这里强烈的推荐各位感兴趣的观众们可以去看看原片，如果觉得信息量过大的话，还建议你们多看几次，配合豆瓣解读的话，效果会更佳哦。我就不再瞎巴巴啦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前女友的别忘了那3点：点击右上角的关注订阅，点点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我，还有就是点赞投币给我一个支持哦。疫情期间大家注意身体健康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老子爱你。